乌克兰透露了反攻地点，反而让人更迷惑了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乌克兰主动透露反攻地区将从这4地展开，反而更让人迷惑了。根据媒体消息，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安娜·马尔亚尔日前表示，乌军已经做好发动反攻准备，并且会有4个进攻方向，分别是巴赫穆特、马林斯基、阿夫迪夫斯科耶和利曼斯科耶。乌克兰军队提春季反攻已经很久了，如今呢，是真的做好反攻的准备了吗？这个问题咱们先不谈，但是乌克兰国防部先把乌军反攻方向给透露出去了，反而让人更迷惑。我们知道啊，军事作战中进攻计划之类的，尤其是进攻地点，应该是绝对机密的消息。咋乌克兰人还直接透明化了？这样的操作确实让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因此呢，这也给了我们几种猜想。首先是乌克兰军队要标榜自己的仁义之师，不打对手无准备之仗，直接对俄罗斯军队明牌，寻求一场正面决战。其次是乌克兰军队玩兵不厌诈，放出消息，其实是为了迷惑俄军，实际进攻地点可能会有变化。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一次乌克兰军队的反攻信号依旧是假信号，装样子吓吓俄罗斯人，再忽悠一下西方的援助。那么哪一种情况更有可能呢？其实我认为还有一种情况需要考虑进去，那就是其实乌克兰国防部自己也不清楚到底要不要组织反攻，以及在何时在何地展开反攻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经过了这么久的战斗，我们也能注意到，大到战略意图情报，小到战斗人员的军事装备，乌克兰当局能有多少主动权都是一个未知数。往往乌克兰的军事决策由北约在背后敲定，而这些军事行动不一定符合乌克兰当局的利益，但一定符合北约的利益。就像乌克兰军队与瓦格纳集团在巴赫穆特地区展开拉锯战，巴赫穆特战役消耗了不少乌克兰的生力军，甚至其战略价值要远大于损失。但是北约需要乌克兰留下一个宣传口子，来证明乌军在战场上不会懈怠。为了配合西方的舆论攻势，乌军在巴赫穆特地区被白白折腾了不少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俄罗斯这边，普京很显然也很明白当前的形势。最近普京突然到访查赫尔松与卢甘斯克地区的前线俄军部队，也是在向外释放信号。普京最主要的就是保住俄军在东乌地区的利益，而不是继续推进战果。因此实际上俄罗斯军队是把主动权交给了乌克兰人，这就让乌克兰与其背后的北约集团陷入到矛盾之中。若反攻，怕战争彻底失控，连累北约；不反攻，俄罗斯将达成自己的目标。也正是因此，乌克兰军队天天说反攻，却迟迟不攻过来。那么接下来可以关注的是，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一个博弈结果，或许会预示接下来乌军的行动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